最高峰的時候呢，是在22年左右吧，賣到了差不多12萬一個平方，相比高點跌了20%到30%。成交週期呢，動輒1年起步，少則也要大半年。大家好，今天博主呢來到了一個曾經代表浦東中產頂流的地方——森蘭國際社區。這個地方呢，曾經是浦東人心中的中產信仰。在老浦東新區時代，張江還沒完全崛起，真正的產業核心呢是金橋和外高橋。那時候的森蘭剛好位於這兩大產業區之間，出道即巔峰。森蘭擁有浦東最頂級的配置，國際學校、雙公辦學區、湖景綠地、仁恆綠城等高端開發商，再加上森蘭印象城、招商花園城等大型商業，對於那些靠實業、靠外資企業發家的人來說，這裡幾乎就是夢想中的改善天堂。所以從一開始，森蘭就成了浦東中產的代名詞。在2021年那波樓市高點時，森蘭的新房認購率超過200%，開盤日光幾乎是常態。想買8萬一平的森蘭星河灣，甚至得在上海連續繳滿9年社保才有資格。二手房更是衝上了12萬一平的高點，很多2000萬、3000萬的房子1個月就賣掉了。那時候的森蘭是真正意義上的浦東中產頂流。老浦東新區時代，張江尚未完全崛起的時候，當時世界500強中的近150家都在外高橋保稅區設立總部或分部。金橋成立30年裡，以浦東新區1/50的土地占比，貢獻了浦東新區1/4，上海15%的工業經濟規模。作為金橋和外高橋之間的整片未開發綠地，森蘭的條件自然是得天獨厚的，出道就完全不缺購買力。畢竟過去很多年裡，金橋和外高橋造福了一大批人，積累了大量的購買力需求改善。森蘭的出現直接滿足了這些賺到錢的朋友對於富人區的全部想象和需求。而且即便是陸家嘴的基金經理和張江的先富人群，也拜倒在森蘭的石榴裙下。因為當時整個浦東能買的好房子真的不多，能跟森蘭扳手腕的基本也沒有。但如今，這個曾經讓人擠破頭的社區，卻越來越難賣了。現在的成交價普遍在8到10萬之間，相比高點跌了20%到30%。成交週期呢，動輒1年起步，少則也要大半年。曾經的中產避風港，好像突然失去了魔力。我們來看一下現在這邊幾個主要戶型的價格，比如說仁恆森蘭雅苑，就是剛剛我從那邊過來，151個平方賣1288萬，差不多在8.5萬一個平方吧。最高峰的時候呢，是在22年左右吧，賣到了差不多12萬一個平方。綠城的是899萬，99個平方，差不多在8.9萬一個平方吧。現在這邊的租金是92個平方，1萬元每個月，152個平方是1萬5一個月的租金。另外，曾經的王牌學區也在政策調整中不再稀缺，公辦民辦同招，集團化辦公，讓優質教育遍地開花。森蘭的稀缺性呢被稀釋了。
而它的國際化氛圍也早就淡了下去。為什麼會這樣？其實森蘭的問題是它的輝煌太依賴過去的時代紅利，它靠的是外高橋、金橋的製造業精英，而不是穩固的本地購買力。隨着浦東產業重心南移，張江成了新的新貴誕生地。新的中產有錢人開始更看重科技圈、教育圈、交通便利和社交圈層。森蘭慢慢被新浦東拋在了身後。这邊的綠化覆蓋率特別高，走在這裡的大馬路上，兩旁呢全部都是鬱鬱蔥蔥的大樹，感覺特別舒適。因為浦東呢是後來才開發的，面積也比較大，小區跟小區之間呢離得也比較遠，因此呢最好是要借助交通工具，光靠腿的話呢非常的吃力。附近的商業呢好像不是很多啊，我查了一下，最近的一個商場呢叫森蘭商都，那一會兒呢我們也過去看一看啊。森蘭這邊呢還有一個無界公園，不得不說啊，這一帶的空氣真的是相當不錯。旁邊還有一個大型的足球場。森蘭社區這邊最大的一家商場呢，就是在我正前方的這家森蘭商都。它裡面呢曾經有一家盒馬 X 會員店，也是盒馬最後一家會員店。不過呢，在今年的8月底已經關門歇業了。這家森蘭商都呢，並不是很大的一個商場，地上4層，地下1層。今天呢是一個工作日。下午的2點25分，整個商場內呢還是比較安靜的。商場的正前方，步行過去大概2分鐘呢，就是地鐵站6號線的洲海路站。今天的森蘭依然乾淨、宜居、有品質，但信仰感已經不在。手裡有1200到2000萬預算的買家，現在能選的太多了。北外灘、東外灘、蘇河灣、大寧、新疆灣都在更新換代，而森蘭卻有些原地踏步。也許森蘭仍然是浦東北部最體面的中產社區之一，但它代表的那種老中產時代，正在被新的浦東、新的價值觀慢慢取代。好啦，我們今天的視頻呢就到此結束啦，感謝您的收看。如果您對我的視頻感興趣呢，請訂閱我的頻道。我們下個視頻見吧，拜拜。